你经历过这里曾经发生的事，可知道这个梦到底是谁造的？臣不知。那阿兰惹究竟会发生什么事？我们如何出去？这我也不清楚。史书上，阿兰惹的结局，想必帝君应该都知道。因此，虽然凤九会遇上相同的事情，但他的性子与阿兰惹不同，选择也不同，自然结果也会不一样。就好比他之前被关进九曲龙一般。只不过什么？凤九殿下的生性比阿兰惹还要再顽皮些，想必会绕更多的弯路。至于出梦嘛，原本阿兰惹的生命就有限，所以我在揣度是否要让凤九殿下走到阿兰惹生命的尽头，这样更有把握平安离开。我的身份你先瞒着他。这里虽然灵气不多，但比外界更纯净，适宜修养元神。你也不用先回去，我不在时，替我照看他。帝君，你要出行？我有事要做。当然，我还有一些事情吩咐你。但凭帝君吩咐。别看了，再试探也没有用，我是不会让你入梦的。臣虽不才，却在梵音谷长大，比起外界之人，更多几分把握能在梦境中应对。三殿下，拖得越久，小九跟帝君的安危。东华虽近年来不大理事，但只要人在碧海苍陵和太晨宫住着，对于难以调伏的魔族而言，就是一个极大的震慑。这再则，他们这些洪荒时代的上古神奇，隐藏了太多关乎创世的秘辛。这东华此次异行凶多吉少，一旦传开，这料不得八荒六合都得动上一动。其中的轻重，本座比你更清楚。依然在这儿坐着，稳如泰山地兜住这个局面，你还有什么可不放心的？喂，老子为了小九和冰块里的安危四处奔波，你们还有心情下棋？那你奔波出什么结果了吗？说起来，你也算是地仙，这天族的史籍自幼也应该读过一两册吧？还记得洪荒之末，东华帝君座下72名将吗？这个我也知道。传说这72名将唯奉冰块脸为主，随便练出一个来，都抵得过数个如今天族的脓包天将，十分厉害。洪荒神将驯服在帝君座下，不光是因为他打架打得好，能坐上这天地共主的位子，光靠法力无边是不行的，还得靠这里。不如我们来打个赌，本座对东华颇有信心，不似你们这般悲观。三殿下，正如你刚刚所说，帝君于这世间重要至极。可是，你有想过他有什么万一吗？是啊，至于常人而言，好像这10个100个9个都抵不过他一个手指头。他自己留一言倒是留得痛快，看样子也没有意识到，于天下苍生而言，这是一桩亏本的生意。我与帝君乃是忘年之交，但其实算起来，不知道他比我大了多少轮，所以我未能有幸看到当时在战场上的帝君。不过前段时间听墨渊提过一句，洪荒时代的战场
才称得上是真正的战争。那时的战争，方当得上“浴血之战”这几个字。这后来的这些打打闹闹，实在都是小儿科。那当时在战场上最能吃苦的，就要算东华帝君。常常从战场上下来，这全身像血水中泡过一样，身上不知道有多少道口子，连眉毛也不动一动啊！这般威勇，没有几个人能比得了。若是这小小的梵音谷中的一个小小梦境能困得住帝君，我是不信。可此行，帝君只剩一层法力。掌阅司战的墨渊上神，与战名极盛的太子夜华，一个由造化天地的父神抚育教养，另一个由大罗天上清净的元始天尊与西方梵境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同力点化，这是世家一贯的教养法。这跟小九还有这个破梦有什么关联？你这噼里啪啦说了一大通，老子怎么越听越糊涂啊？你们也是世家教养出来的，自然是了解的。但东华帝君能坐上天地共主这个位置，凭的全是他自己从拳头里打出来的。远古洪荒不比如今，要学个什么本事，可以去拜个师。东华的这一身本事和一生战名，凭的全是他一场又一场实实在在的拼杀。你知道东华是如何长大的吗？仅知晓史册的一笔载录，说帝君仰接天泽，